T 小姐嫁进清河崔氏的时候，昔日清高骄傲的崔少经受宫刑后，已经成了一个废人。他并不喜欢我，成亲那日连个仪式都没有。后来他翻案成功，清河崔氏重新恢复辉煌。守寡的小姐拿着曾经的婚帖找上门，愿意让儿子改名换姓。她不嫌弃崔少不能人道。我没有继续留下去的理由。就在我收拾包袱要走的时候，崔少带着一身寒意把我压在床上。你敢走，我今日就让你下不来床。他腰间的玉佩硌得我生疼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我嫁进崔家的时候，着实不是个好日子。路上马车坏了不说，等我和陪嫁的阿弟走到崔家时，已经是傍晚了。大雪已经压弯了枝头，更压弯了我和阿弟的脊背。我们一人拿着一个小小的布包，活像两个逃难的乞丐，哪里有姑苏陈氏的世家风骨。我就那么踩在雪地里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进了破败的崔家。没有三媒六聘，8抬大轿，甚至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婚礼。当晚喜堂中只有2根红烛，半新不旧的，上面挂着发黑的蜡油，不知是何时剩下的，噼里啪啦地发出炸响。我连喜服都没有，一身灰扑扑的袄子，阿弟更是狼狈。膝盖的位置因为路滑磨破了，露出硬硬的棉絮。我连天地都没有拜，因为今日崔少被打了30鞭子。崔家没人来管我这个新媳妇，因为现在的崔家已经请不起丫鬟家丁，只有一个中仆跟着，正在照顾崔少。他的身体已经经不住太多的搓磨了。我站在房间外，正要敲门，就听到里面的争吵声。这就是陈家的诚意。说话的是崔子书，崔少的妹妹，也是我的小姑子。她声音尖利，带着凌厉的气势，可她质问的人许久都没有回答。就在我紧张地握紧拳头的时候，对方终于开口。陈家也算是有情有义，没有因为崔家败落而毁掉婚约。声音还是记忆的温润，许是因为受伤，带着丝丝的慵懒，以及那不易察觉的冰冷，就像是天上的冷月，毫不吝啬地洒向万物，可又冰冷的没有任何温度，让我忍不住想要瞧瞧他的样子。可惜破洞的窗纸只能看到坐在床边的崔子书，以及一床洗得发白的锦被。被脚动了动，伸出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来，皮包骨，青筋明显，却不是软弱无力，正拿着一封信递给崔子书。那是陈老爷写的。崔子书面露嘲讽，这就是有情有义的陈家，口口声声说不会因为崔家败落而毁约。可如果真是那样，为何不早早的把嫡女嫁过来，而是打发个丫鬟来？哦，不是，是私生女。崔子书说得很对，其实婚约的日子是1年前，可1年前正好崔家出事，陈老爷便找借口推延了婚事，好观望观望。没想到正好见证了崔家的整个败落过程。1年前，清河崔氏被人诬陷，崔老大人和崔老夫人自尽谢罪。崔少先是被禁足静候发落，半个月后被革职，又过了一阵，崔家被抄家充公，崔少和妹妹崔子书被赶到了这处破败的院子里。陈老爷怎么舍得陈小姐来受苦？最重要的是，崔少被施以宫刑。那个年纪轻轻就官拜大学士、清高骄傲的崔少，成了一个废人。自此，曾经盛极一时的崔家彻底败落，永无翻身的可能。曾经高高在上的冷月，如今成了地上的烂泥，任谁都能踩一脚。姑苏陈氏虽不如清河崔氏那般底蕴深厚，可也是世家门阀。为了不被人戳脊梁骨，陈老爷让我替小姐嫁过来。我想都没想就同意了，就算我不想，我也没有其他办法。谁让我只是陈老爷在酒后兴起和武姬生的私生女，连庶女都不如，无名无分，顶多算个丫鬟。也许将来只是随便打发我嫁个门客，或者家生子，亦或者当个妾室，搓磨着过完卑贱的一生，又或者会像我的母亲一样早早的郁郁而终。如今要不是崔家败落，我根本都没有机会嫁给崔少为妻。阿紫，他们在说什么？阿弟歪着脑袋，清澈的眼睛眨啊眨，傻乎乎的声音在雪夜中格外清晰，也惊动了屋里的人。窗户啪的一声被推开，险些撞到了我的头。阿弟赶紧摸了摸我的头，葫芦毛，吓不着，阿紫回家吃饭饭来了。这是我哄他的软语，已经比我高出一头的阿弟不光学着我的语气，
还学着我的表情，只是有些傻气。好了，阿紫这样就不疼了。说完又揉了揉。崔子舒推开的窗缝中发出一声嗤声。你瞧，一个丫鬟还带着一个傻子，真觉得咱崔家什么都要吗？这要是放在以前，给崔家当下人都不够格。作为崔氏嫡女，崔子舒在权势和富贵中滋养出的傲气是与生俱来，刻在骨子里的。但没了权势，这傲气和气势就是她的原罪。那你失望了，现在丫鬟是你的嫂子，傻子是你的弟弟。他让我想起了父亲的一个侧室白氏，她是官家女，擅长诗词歌赋，父亲极其宠爱她，吃穿用度都是他先挑了，然后嫡母和各位姨娘再选。后来不知为何，父亲不再宠爱她，吃穿用度自然也就降了下来。我还记得他去找管家时，穿着一身七彩蜀锦，白嫩的手腕上戴着翡翠的镯子，指着管家破口大骂：你是什么东西？一个下人奴才，竟敢克扣我的月猎用度，去讨好夫人。管家也不生气，只是斜睨着他，失宠的主子，奴才都不如，不怕您笑话。我这是狗仗人势，可您连可以仰仗的人都没有，可见连我这狗都不如。那是我第一次从他脸上看到绝望的表情。他从前的种种，不过是得益于他人罢了，只不过时间久了，久到他认为这是他应得的。你一个陈家私生女，又怎么配当我清河崔氏嫡女的嫂子？崔子舒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还嘴，世家讲究血缘嫡庶，那种尊卑已经刻在了骨子里。如今被一个他平素看不上的卑贱私生女反驳挖苦，他自然是不能接受。我学着管家的神情，斜睨着他。我不知道清河崔氏，我只知道庶民崔家。虽然我是私生女，可我背靠的是姑苏陈氏，而你连可以仰仗的都没有，如此算来，你们还是高攀了。清河崔氏知礼守节，家学渊源，大道理懂得一车一车的，可惜在狗仗人势方面没有我半分的厉害。我不过是说了几句实话，他就受不了了，被寒风扑红的脸上颜色又深了几分，一双眼睛狠狠地盯着我，可又透着些许的无措和可怜，像极了小时候我救的那只白猫，要不是身上的血在雪地里，我根本就发现不了它。那时他也是这样一副表情，明明很惶恐，却要装成一副凶狠的样子。夫人，我叫青山，天色不早，早点休息吧，我先带陈少爷去休息了。中仆青山态度恭敬，被他一提醒，阿弟立刻点点头。阿紫，我困了，想睡觉。说着打了个哈欠，揉了揉眼。我点点头，反正也不急于这一时。那只猫最后我在雪地里晾了它3天才就回来。你到底是谁家的人？怎么向着一个外人？面对崔子舒的质问，青山无奈，我当然是崔家的人，可夫人也不是外人。留给他的是崔子舒的背影，他砰的一声关上房门，惹得积雪从房顶掉落，声音隔着门板传出来，有些发闷。她不是崔家夫人，她可没有和我哥拜堂。青山稳重地笑了笑，小姐嘴硬心软，夫人别在意。我点点头，反正他说了也不算。青山若有所思，看了看房间，那就把老爷交给夫人了，声音带着些许郑重。说完哄着恋恋不舍的阿弟走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那扇半掩着的房门。房间里很安静，安静到我以为崔少已经睡了，谁知一掀开床帐，就对上了一双清冷的眸子。你还没睡？我是说，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。虽说刚才是为了和崔子舒对阵，但也算是说了崔家的坏话，对上崔少，我还是有些心虚，像是做了坏事被人抓包一样。崔少侧卧在床上，神情难以捉摸，他打量了我一番，倒是伶牙俐齿。陈家不缺阴阳怪气的人，对于这种话，我向来都是当好话听。多谢夫君夸奖。崔少眸光跳动，可语气还是那么平稳，下马威有些生疏。你瞧出来了？平时都是看别人用，第一次用难免会生疏些，以后就好了。别说我还挺紧张，现在心脏还砰砰跳呢。我倒了杯水一口喝下，干得不行的喉咙这才舒服些。那是我的杯子。什么你的我的，不分的。我手里还拿着包袱，可我太累了，放在桌上就打算宽衣睡觉。崔少皱了皱眉，不着痕迹地移开了目光。你去其他房间睡吧，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，
可我不想听。我去哪里睡？和子舒吗？你也听见了，他不大喜欢我。我更不可能和青山一起，他陪着我阿弟。剩下的就是你的房间，或者你想让我冻死。崔少果然不说话了，但他紧握的双拳暴露了他的情绪。我摇摇头，10年未见，他还是这般内敛克制，克制的不像是一个活人。我叹了口气，掀开锦被，崔少没预料到我会如此直白，那张总是平静无波的脸上终于出现了红温。因为锦被里他赤裸着上身。陈玉，几乎是咬牙切齿，我回他一个微笑。原来你知道我的名字。趁着他愣神的功夫，我利索地从包袱里掏出药瓶，然后让他趴在床上。陈氏的药膏可是可遇而不可求，比你那些不知从哪里买的强多了，止痛不说，还不留疤痕。说到最后，我有些失声。横七竖八的边痕印在那消瘦的脊背上，在这些伤疤的下面是颜色不一的旧伤，其中有一道从他腰侧一直贯穿到小腹，然后没入颈背下。崔少侧过身，意味不明地看着我，最后还是我先撑不住，替他盖好了被子。只需7日就能彻底痊愈。你让一让，我要睡觉了。崔少没动，我无奈，我可不想睡地上了。算了算了，不让就不让吧。我踢掉鞋子，越过崔少，睡到了里面。反正睡哪里都比柴房的地上强。第二天我很早就起来了。让我意外的是，崔家吃食倒是不缺，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可为什么崔少两兄妹看着都那么的消瘦？看着剩了半锅加生的米饭，我懂了。我添了些水，做成了一锅稀饭，又瞧见一袋白面，和好了做成烧饼，切些挂着的腊肉，夹在烧饼里。青山帮我端完摆筷子，看见崔子舒起床，叫他来吃饭。崔子舒不知道想到什么，嫌恶地撇了撇嘴，不吃。不是奴才做的，是夫人做的。崔子舒冷笑，他还会做饭？陈家的小姐也需要做这些活计吗？我不想让青山为难，反正我在厨房里都听到了。当然了，我和阿弟在陈家和下人差不多，什么小姐少爷的，只要能活着，做饭干活又算什么？只有活着才有希望。瞧，我现在和阿弟不是等到了。青山低着头不说话，崔子舒恨恨地看着我。陈玉，你不要以为你嫁进来就能为所欲为，我会让你为你的无知付出代价。清河崔氏曾经是何等的辉煌，特别是崔父去世，崔少入朝后，更是让崔氏成了天下第一名门世家。不管是毒舌的崔子舒，还是内敛自持的崔少，都有着一副高高在上的傲骨。这种傲骨是世家的风范，是权贵的滋养。但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这身傲骨是拖累，是最没用的东西。好啊，那我等着你，但这烧饼可等不了我。一边说着，我一边咬了一口烧饼。烧饼加满了腊肉，一咬就是一嘴油。好久没有吃过这么足食的烧饼了。崔子舒一开始想要摆出自己的气节，不愿意和我这种市井小人为伍，更不愿意向我低头吃我做的饭。没有1个时辰，我就看到他偷偷溜进了厨房里。厨房里还有昨晚青山做的剩饭，以及剩下的几个烧饼。中午时，青山踏进厨房就惊呼一声，烧饼怎么都没了，还有锅里的粥。崔子舒的房间静悄悄的，阿弟帮我摘着菜，说的煞有介事。阿紫说是一只贪吃的野猫，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黄黄的，橘猫都贪吃。崔子舒突然一身黄衣从房间出来，走向了崔少的房间，只是那脚步有些僵硬。青山一愣，反应过来，3个烧饼加肉，2碗米粥，比阿弟吃的还多，惊掉了青山的下巴。青山挠挠头，有些不好意思，幸亏夫人来了，不然我可能真的要把小姐饿死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变着花样的做饭，这可比在陈家的待遇强多了，我和阿弟也吃得十分厌足。7天下来，所有人都胖了一圈，除了崔少。我问过青山，崔少喜欢吃什么？青山茫然地想了想，然后摇摇头。老爷从未表现出喜欢什么，或者说，老爷什么都喜欢，又什么都不喜欢。什么都喜欢，又什么都不喜欢，简直是要了命。没过几天，厨房没了食材，以往都是青山采买。青山虽然是下人，但一直是崔少的贴身随从，哪里干过这种接地气的事情，买菜也是不挑的，大多买来都不太实用，
况且我来了那么多天，还没在京城逛过。崔少给了菜钱，想了想，又多掏出5两银子，喜欢什么就买些什么。不要白不要，我自然是乐得如此。我一边收好一边说道：“夫君喜欢什么，我一并买来。”崔少脚步一顿，没回头，不必麻烦。崔少身后的鞭伤已经好了，我才知道传闻果然不虚。崔少不光长得好看，身形气质也是极好，不是那种被富贵堆起来的徒有其表，而是骨子里的。京城第一家公子并非浪得虚名，可以想见朝堂上崔少是何等风光无限，气度非凡。可如今，我摇摇头，赶走那些胡思乱想，总是沉浸于过去是没有用的，不管过去是富贵还是苦难，人总是要向前看的。每晚给你上药我都不嫌麻烦，更别说买东西这些举手之劳的事了。多亏了我坚持给他上药，才让他的鞭伤好得那么快。那挺拔的脊背终于有了反应，他转过身来，君子克己手里，我并没有什么喜欢的。毫无波动的双眸看向我，里面倒影着我的身影。临出门的时候，崔子书别别扭扭的过来，我问他是不是要和我们去，他哼了一声，表示菜市场又脏又乱，不是他去的地方。然后又低声和青山说了几句，青山先是一愣，而后嘴角上扬，又被他压了下去。奴才记住了。京城的菜市场虽然大，但是品种比姑苏少多了，而且还贵。毕竟是冬季，能有这些就不错了。如果不是京城，那些北方的小城镇里，一到冬日就只有白菜、土豆、萝卜。我挑着买了几样，价钱让我肉疼。青山看出我的犹豫，并不在意。夫人放心吧，老爷有谋生的活计，可以养活我们。最后买了几斤肉和几斤金牌，还有几种蔬菜，以及米面粮油。青山背着的箩筐都满了。站在米店外，青山停住脚。对了，小姐说想吃八宝饭，她不好意思直接和您说。原来如此，我以为有什么秘密。刚到米店门口，拐角处崔少的身影一闪而过。他刚刚养好伤，不在家休养，到处跑什么？我跟着走了过去，只见消失的方向只有一家2层的小楼，牌匾上写着南风馆。姑苏民风开放，我和嬷嬷出来买菜时也见过，和青楼不同，里面卖笑招来的都是男子，他们以色是人和青楼楚馆无异。震荡间，我无意抬头，正好看到崔少坐在临街的窗户边，而他对面是个笑得猥琐的油腻男子。夫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青山因为怕背篓里满载的食物掉了，走得慢，所以等他跟上来，只看到我呆愣愣地看着2楼。崔少和那个油腻的男子已经不见了，窗户也关上了，不知是不是发现了我。我心里一阵发慌，我自然是知道2人是去干什么了。青山打量了一番，这不是老爷的馆子吗？你说的活计就是这个？许是被我猛然转过身和突兀的语调吓了一跳，青山一愣，对啊，南风馆，不过老爷。青山，剩下的话被崔少打断。他站在南风馆门口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来的，似乎是有些急，连披风都没有穿，就那么踩着薄雪走过来，停在我面前。青山看看我又看看他，叫声老爷，最终是低下头不再说话。我盯着崔少，虽然披风没有穿，但他的腰带还是早上系的样子，还好还好。你，只说了一个你字，剩下的话我说不出口。我该怎么说？问他清高骄傲的崔少如今成了以色侍人的小官，我问不出来，可他似乎是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就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以色侍人。本来兴冲冲采购的食材，现在却成了负累。我和青山沉默了一路，没了一开始来的高兴。我满脑子都是崔少说的那句以色侍人，那么清冷的一个人，是怎么能接受这一切的？到了家，青山放下背篓，我就开始忙活做饭，只是不小心切到了手指。青山吓了一跳，连忙找来清水帮我冲洗。菜刀有些生锈发钝，好在之前我磨过，并没有什么铁锈。我摆摆手，以前在陈家，我什么活都干过，还在厨房打杂过1年，我的厨艺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。厨娘不愿意教我，我只能自己学，1年时间，不知道切了多少次指头才练出来。这点小伤算什么？最后那厨娘的功夫也被我学了8、9分。我安慰青山，因为看起来比我还要着急，可他不放心，执意帮我冲水。
那肯定很疼，我之前被切到过一次，可比被人打一拳疼多了。对了，夫人，您为什么一定要那么拼命学厨艺？您这手艺都比酒楼的厨师好了。青山不由得笑起来，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发自内心的笑。都说仆随主人，青山虽然也不过20，但在崔少身边久了，一直都稳重的不得了。每次交流也都是关于崔少或者崔子书的，他很少说起自己，更没开过玩笑。我被他逗笑，因为那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回娘亲的家乡开个小店。虽然我知道不可能，但有个念想总是好的。那现在夫人从陈家出来了，以后也打算要走吗？我笑容收敛，也收回了手指。是崔少让你这么说的吧？清水没有阻隔，直接流到了地上，冲淡了之前被染红的积雪。青山没说话，又变回了之前稳重到沉默寡言的样子。他扯下一块布条，想给我包扎，却在碰到我手指的时候动作一顿，然后向后退一步。老爷，您回来了，又下雪了，您伤刚好，请您。青山的话有些多，崔少看了他一眼，今日你做饭吧。青山低头退进厨房，关上门，一缕炊烟从烟筒冒出来，带着烟火的气息。院子里只剩下我和崔少。他走到我面前停下，肩膀已经落了一层雪粒子。你让他做饭，那今日大家又要吃不饱了。吃不饱就吃不饱，少吃一顿也不会饿死。你说的轻巧，子书16，阿弟15，正是能吃的年纪，当然你也不差。人一饿啊，就容易想家，要不就是闹事。崔子书和阿弟两人没少吵闹，崔子书叫阿弟傻子，阿弟也不示弱，叫他贪吃鬼。也就吃饭的时候，两人能安静些。张府设宴，请了我们助兴，今晚我不在家里吃，不必等我。怪不得不在意，原来是去吃好的呀。说着，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瓷瓶，让我自己抹上，那是我从陈家带来的金疮药。你倒是会借花献佛，这花还是佛自己的。也不知是冻的还是什么，崔少的耳朵间有些发红，他目光移开，望着一旁的血尸。那是我和阿弟堆的，只不过手艺不大好，雄狮让我们堆成了懒猫，透着一股傻乎乎的劲儿。崔少嘴角一动，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你的药很好用。当然好用了，不管在陈家被打得多重，只要抹上这个药膏，就能生机止血。这可是我这么多年试出来的。娘亲只是一个武姬，卖身契还在陈老爷手上，连个妾室都算不上。生下阿弟后，娘亲没多久就死了，连名字都还没取。陈老爷更不在乎，他子女众多，更别说阿弟还是个傻的。崔少看着我，从一个火坑跳进另一个火坑，其实你有其他选择。我撇撇嘴，现在是冬日，火坑旁还缓和些。崔少目光愣怔，不知道想到什么，随即又像是掩盖什么，没心没肺。难道我要一直守着过去的苦难，自怨自艾吗？不管富贵还是苦难，既然是过去，就要向前看。人是没办法走回头路的，还不如高高兴兴。人生苦短，只要你想吃苦，就是吃不完的苦，为什么不让自己快乐点呢？就像那只雪狮，虽然既没形又没神，不还是一样可以坚持到来年开春？我不懂大道理，只想怎么能好好活下去，想让自己和自己在意的人好好活下去。强词夺理。过了好一会，崔少才憋出这几个字。他扯下自己的发带，缠在了我的手指上面。他喜欢素色，衣柜里的衣服都是素色，包括配饰也是。虽然没了之前的华贵，但在普通的衣服穿在他身上都透着贵气。发带层层缠绕，绑得一丝不苟，不知是他天性使然，还是经历的太多。他身上的伤不比我少，不同的是，我的都是旧伤，他的都是近1年来的新伤。最后打了个结，伤口就算是包扎好了。不等我说谢，门外就有人来找崔少。是个男子，五官深邃，眸色浅淡，应该是有异域血统。穿着大红的披风，抱着一张古琴，在单调的雪天格外的扎眼。他并不进来，在门口催促崔少，如果去晚了，小心张老爷生气。崔少留下一句不必等我，就和男子一起走了。薄薄的雪地上留下一串脚印，整整一个晚上，我都心不在焉，根本睡不着。我只好穿好衣服出去走一圈，效果很好。等我回来时，脚步都轻快不少。不一会从院外一直延续到房门的脚印就会被大雪覆盖住，没人知道我出去过。
我等着崔少，房间里的灯芯不知道被我剪了多少次，只剩下如豆的光亮，我也终于撑不住。本想着稍稍休息下，没想到这一下竟然趴着睡着了。只是那桌子睡得并不舒服，迷迷糊糊中蜡烛也灭了。半梦半醒间，有人打开了房门，带进了一阵寒风，我被冻得不行，轻声嘟囔了几句，然后门被重新关上。那人站在我身边，之后我就被人抱了起来，一股夹杂着风雪凉沁沁的味道钻进我的鼻腔。朦胧间，我还以为自己还在陈家，睡在那个漏雨的柴房里。好冷，阿弟，你又把被子都抢了吗？本能让我胡乱地摸着，就想把被子抢回来。有人说着让我别闹，我哼了一声，抢了被子还有理了？就不。阿弟果然不说话了，然后一个颠簸，我就摔进了一个半软不硬的地方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已经嫁给崔少了，不用再睡柴房了，他的床很暖很软，被子也很厚。我再次找起了被子，可惜总有一双大手阻挠我，我一生气，一挥手不知打到了哪里。清脆的巴掌声让我清醒过来，一睁眼就对上了一双在黑夜中跳动的眸子，外面的风雪不知何时停了。月光透过窗纸照了进来，我才发现我正趴在崔少的身上，他的衣服被我扯开了一半，胸膛已经隐约可见，而他的脸上还挂着淡淡的五指印。他喘着粗气，一向平静的神情终于有了动荡，却不是我想象的气急败坏，而是一种迷茫和灼热混合的奇怪感觉。下来，我回过神来，这才感觉身下有个位置硬硬的。我低头看去，崔少也一同看去，那是我母亲留下的玉佩。我松了口气，究竟在乱想什么？崔少他已经……对不住了，刚才睡懵了，并不是故意的。我这人没什么优点，最会看眼色，而且能屈能伸，这次是我不对，就该道歉。谁知崔少直接转过身去，留下一个生人勿近的背影。第二天等我醒来，身旁的位置已经空了，被窝也是冷的，看来起来已经很久了。等我洗漱完开门出去，就看到崔少正站在廊下发呆，手中还拿着一块玉佩，有一下没一下的摩挲着。我想了想，靠了过去。我虽然不懂玉，可在陈家也见过不少，触感温润，一看就是好玉。我自知理亏，说几句好话也算是缓解下尴尬。可崔少立刻收起玉佩，转身就走，连个眼神都不给我。一连几日崔少都是早出晚归，不见人影，就连青山也被他带走了。不过每日等我起来时，柴火都是码好的，缸里的水也是满的，像田螺姑娘一样提前准备好一切。可这感觉怪怪的，就连阿弟都察觉出不对劲来。他说有次半夜上茅厕，看到崔少站在房门不进去，手里一直把玩着一块玉佩。阿紫，你说他是不是傻了，不睡觉，盯着那个玉佩看，那玉佩能有床舒服吗？阿弟歪着头，崔子舒路过，嗤笑一声，那是在躲你姐姐，这你都看不出来？胡说，他为什么要躲姐姐？我姐姐那么好，天底下没有比她更好的人了，姐夫不喜欢她，就是傻的，比我还傻。别的还好说，只要涉及到我，阿弟是绝不让步。你胡说八道，你怎么能和我哥相提并论？我清河崔氏可是……清河崔氏怎么了？现在不还是我阿紫当家？阿弟深受我的真传，阴阳怪气拜高采低学的是炉火纯青，特别是那欠揍的表情，伸着下巴，夹着眼皮，可他又学不像，怎么都透着一股子孩童般的纯真。可偏偏这又是最气人的。崔子舒气得双手发抖，指着阿弟和我，小人得志。你们这是小人得志？小人得志是好事呀。说起来，我们还要感谢崔家，让我和阿弟有了这个机会。自从我和阿弟来到崔家，一向行之有度的世家名门小姐崔子舒频频失态，要不是还有一丝理智牵着，崔子舒早就暴跳如雷。但她现在的样子也比暴跳如雷好不了哪里去，咬着嘴唇，手帕都快让她扯断了，我都想夸她一句壮士。可我知道，这绳子不能抻得太紧，断了可就不好了。崔氏家学渊源，可那渊博的家学却没教他该怎么和市井小人相处，毕竟对待我们向来都是用权势压着。这也是我从陈家学来的，你有权势，我就向你低头。可没了权势，那些大道理在我们身上是行不通的。你给我等着！崔子舒一跺脚，
转身就去找了崔少。告状鬼就会告状。阿弟冲着崔子书做了一个鬼脸。今日崔少难得的在家，不过他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写写画画的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他在青山自然也在，正守在房间外，等着崔少吩咐。见崔子书气冲冲的过来，连他引以为傲的世家姨太太都不顾，提着裙子，大着步子，狰狞着表情，就像是菜市场因为一个铜钱和别人打起来的泼辣妇人。青山眼中快速划过一丝诧异，然后看向我时，目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感叹。能把崔子书惹到这个地步，也是头一份了，但我绝不是最后一份。不过是说了他2句就受不了了，崔家败落等着他的可不止阴阳怪气。青山拦住崔子书，崔少有事，不想被打扰。怎么连你也向着他？他到底哪里厉害，把你和哥哥……我抬头看他，可惜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屋里就传来了崔少的声音，让他闭嘴先回房，一会自己会去找他。他回头冲我冷哼一声，别说还真是自带上位者的气势。我也知道，别说在崔氏了，就算是在陈家，我和阿弟敢这样和嫡女说话，不死也得去半条命。不得不承认，小人得志是真的身心舒畅，但我很快就高兴不起来。崔子书一点分寸都没有，砰的一声关上房门。这院子在崔家来之前已经荒废好久，木门没有维护，都干裂松动。前些日子我刚让阿弟重新上过漆，外表虽然好看了，可里面还是那个样子。这下门板颤悠了几下就倒了下来，幸亏被青山接住，才没有摔在地上，不然按照门板的德行，铁定是要4分5裂的。斗嘴就斗嘴，别破坏家产啊，重新换的话要不少银子呢，真是不会过日子。青山抱着门板尴尬地看着我，然后扯出一个干笑来，算了算了，只能让阿弟修理了。在陈家时他就跟着府里的木匠学过，但只学了皮毛，也不知道能不能修好。崔子书见我心疼得够呛，似是找到了我的痛点，嘲笑我小家子气。果真是个上不得台面，连丫鬟都不如的私生女，不过是个破木门，换了就是了。不行，1分1厘都不能浪费。我几乎是用吼的，大概是第一次见我这样生气，崔子书也被吓住了。哥哥有活计，他谈一次。崔少猛地打开房间门，巨大的声响吓得所有人都一愣。他站在门口，微微气喘着，衣摆还在摆动。子书，你进来。虽然他极力的克制，让声音平稳，但还是能听出起伏来，有些抖，有些慌。房间阻隔并不好，再加上崔子书情绪激动，说的话听得一清二楚，都是他对我这些日子来的控诉，什么突然降低了伙食，也没有买他喜欢的八宝饭，更是联合阿弟一起欺负他。门窗关着，看不见里面的情景，只能听到崔少的声音响起，没有多少情绪。你不必和他过不去，他待不了多久的。那哥哥直接休了他，赶快休了他，我帮你写休书。话音未落，我直接推开了房门。崔子书正欲夺过崔少手中的笔，见我来了，眉毛都气得立起来。为什么不敲门？不懂礼节，这也是一项。我收拾着床铺，头也没抬，这是我的家，我的房间。崔少没说什么，只是看了一眼并未阻拦我的青山。青山低头顺目，不和他目光接触。这算什么家？这么破。也对，你这种人怎么可能有什么好见识？一家人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家。那也不是你的家。哥，你快给休了他。崔少开口，出去。哥，我说出去。崔少手里拿着一页纸看着，他也不抬头，虽然没有什么表情，但是我知道他生气了。崔子书冲我哼了一声，转身走了。门外响起2道脚步声，青山也走了。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崔少。你想休我？崔少愣了愣，摇摇头。那你为什么说我待不了多久？崔少手指收紧，捏出了几道指痕。虽然我罪不至死，这样做不过是为了保全朝廷的面子，他们是不会就这么放过我。放过崔家的，如今崔家败落成了庶民，现在缺的只是一个机会罢了。而且我还是一个以色侍人的废人，只会拖累你。这是和离书，你走吧，我会给你一笔钱，足够你回到家乡开间小店。崔少伸出手来，原来他手中的是和离书，另一只手里则是一袋鼓鼓囊囊的碎银子，
是他从崔家从事后攒出来的。我接过碎银子，重量消失，崔少的手一空，半天才收回去。银子我拿着了，小店在哪里都能开，不一定非要回家乡。崔少抬起头，一向平静的神情，目光灼灼。你什么意思？张府设宴，我去看了，你琴弹得不错。那晚我睡不着，满脑子都是崔少和那油腻男子的画面。虽然知道我不能干什么，但我还是冒着风雪去了张府。张府门口宾客如织，透过大门可以看到热闹的大厅。就在我找崔少的时候，一阵寒风吹来，吹动了大厅的纱帐。崔少正坐在帐子后面弹琴。我怎么忘了，他闻名京城的除了学识地位和容貌，还有那冠绝京城的琴技。只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瞒着我，原来是想让我知难而退。崔少难得的闪过一丝慌张，伸出拿着和离书的也被他收回了身侧，但似乎是觉得不妥，又放在了身前。没有什么拖累不拖累，如果不是嫁给你，留在陈家的话，要不就是被发卖出去，要不就是随便指个小厮，好一点的话就去给陈老爷的门客小丽当妾室，搓磨过一生，或是和我娘一样早早郁郁而终。如果哪天你后悔了，我明天要出趟门，1个月才回来。那张和离书最终被崔少捏成了一团，放在了抽屉里。这次的定金不少，都放在书架上的锦盒里，吃食上可以宽松些，钱是够的。你不要和子书一般见识，她只是还未习惯。她是崔氏多年来唯一的嫡女，性格难免跋扈些，不过她吵不过你。崔少难得的笑了，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笑，没了任何防备和负担。原来他是有虎牙的，笑起来也和阿弟一样，眼睛亮晶晶的。我歪着头看着他，看得他有些心虚。你看什么？看你这样子，就像普通人家，是姑嫂不和，在中间调和的丈夫，终于有点人情味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崔少就带着青山走了。家里一下少了2个人，多少还是有些冷清。不知是不是崔少临走之前和崔子书说过什么，最近几天他都在自己房间里不出来。我和阿弟无所事事，打算再堆一个雪猫，也算是歪打正着，狮子不成，猫也挺好。我团了几个雪球，大的做成了身子，小点的是脑袋，然后是四肢和耳朵，尾巴也弄成了一个圆圆的球。阿弟笑话我不像是猫，倒像他爱吃的酒酿圆子。我自然是不认同的，指着圆猫的五官说像阿弟。胡说，那是猫，我是人。说着就向我扔来一个雪球，我一躲，雪球打在圆猫脑袋上，被雪糊了一脸。我捂着肚子笑起来，这下阿弟猫变成汤圆了。一时得意忘形，没了防备，就被阿弟的雪球塞了一嘴。我也不是吃亏的人，呸呸了几下就团了个大的回过去，一来一往的就打了起来。我和阿弟喊着看招受死吧，给我等着玩得不亦乐乎。崔子书不乐意的，他从窗户里冒出头，让我们闭嘴。可话还没说完，一个雪球就砸在了他脸上。抱歉，手滑，阿紫，你看他是不是比雪猫还像汤圆？你要不要一起来玩？崔子书愣了，都忘了擦掉脸上的雪，好一会雪化了才掉下来，露出那张微微发红的脸。岂有此理！他气冲冲地走出来，想要踢碎我和阿弟堆的雪猫，却被阿弟的雪球再次击中，一个晃悠居然坐在地上。我顿时反应过来，他这是从未打过雪仗。等我哥回来，我要让他休了你。回答他的是阿弟的雪球，阿弟扔得很准，扔进了崔子书的嘴里。他也不知道吐，就那么呆愣着，没一会眼眶就红了。哥哥和青山走了，你们就欺负我。崔子书呼吸急促，只是嘴里有血，说话也不太清楚，吃下去该多凉啊。他双手随便一抓，就扔了一团雪过来。阿弟还在兴头上，也没看出来崔子书情绪不对，还以为崔子书是要和他打雪仗，随即也团了一个扔回去。崔子书也发狠，抓起雪来没有直接扔，而是学着阿弟的样子团起来，这一下居然打到了阿弟的腿上。阿弟哈哈大笑起来，一下团了2个雪球。崔子书坐在地上，目标太过明显，吃了几次亏后也起身，一边观察阿弟的位置，一边不停地团雪球，竟然打得阿弟无从招架。直到崔子书的雪球打在了我身上，他得意地看着我，也不顾自己身上沾了雪。他最爱干净，更别说现在穿的是他唯一留下的蜀锦裙子，平时爱惜得很。
你们两个也不是我的对手。既然如此，别怪我手下留情了。本想抓血，却不小心抓到了一个软乎乎的东西，还散发着香味。掸掉积雪，居然是个素雅的香囊，上面绣着一对并蒂莲。在陈家的时候，我也见过不少，都是丫鬟买来送情郎或者情郎送，上面大多绣着鸳鸯，不如这个布料针线精致，图案也大胆粗糙些。不等我反应过来，崔子书一把就抢了过来。这是我的东西，你不要乱碰。你的？我未婚夫送的。你什么时候订婚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来崔家也好几个月了，除了崔子书偶尔出去，倒也没见什么人上门。订婚这事必定要男方主动。你当然不知道，他是侯府世子，等我和他成亲就是世子妃，你们两个就等着被发落吧。原来他口口声声说的让我等着是等着这个。清河崔氏名动天下，就连王公贵族都要忌惮3分。世家之间想的都是强强联合，稳固根基的。姑苏陈氏因为和崔氏交好，便结了娃娃亲。信伯后府我是知道的，曾经递过拜帖，只不过还未到订婚的日子，崔氏就败落了，这个婚自然也就没定成，而且也不会再定。可是崔子书不信，信伯侯府重承诺，世子重情重义，他说过要和我订婚，娶我为妻。世家名门、王公贵族的承诺都是有前提的。如今崔家倒了，哪里还有什么承诺可言？姑苏陈氏倒是重承诺，于是就让我这个私生女来了。这个道理我5岁就知道，陈老爷不知道抱着几个丫鬟舞姬说过会娶他们，让他做妾做小，会爱他们一辈子。可是到头来呢，都和我娘亲一样。不，也不一样，有的人甚至都没能活到被抛弃那天，就死在了井里或者水池里。不管生前多美丽，死后被泡得鼓鼓胀胀的，只剩下恐怖，因为他们生了不该生的念想。如果他真的要娶你，就该早早的订婚下聘。不可能，我不信，你就是见不得我好。说完，崔子书就跑了出去。阿弟想拦，被我拉住，有些梦就是该醒的。信伯侯府在京城最繁华的地方，我和阿弟到的时候，崔子书正站在大门外。以前风光时，崔子书来过侯府参加宴会，红毯从街头铺到侯府大门，丫鬟仆从站在两边，侯爷和侯夫人满脸堆笑地站在门口迎接，就连下车都是侯府夫人亲自扶的。那阵仗被京城人津津乐道，传为佳话，就连远在姑苏的我都听说过。可是如今，崔子书站在是湿漉漉、反着潮湿寒气的街边，连侯府大门的台阶都没有上，就被侍卫拦住了。向来高高在上的崔子书慌了，他没想到连世子的面都没有见到。我是世子的未婚妻，是不是你们没有把香囊给他？他知道是我，一定会来见我的。侍卫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未婚妻？世子可没有你这种上不得台面的未婚妻。他们早就得了回话，可偏偏不说，就等着崔子书来自讨羞辱。喧闹声吸引了路人，有人认出崔子书来，这不是崔小姐吗？如今败落成这副模样，还想摆架子呢？可我知道，这不是架子，而是崔子书仅剩的念想，是他自以为深厚的情谊。他又怎么会不知这代表了什么？就像是落入陷阱的野兽一样，那是最后的悲鸣。我是崔氏嫡女，清河崔氏，世家名门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。歇斯底里，这个身份压了他太久。告诉你吧，就是看了你的香囊，世子才让你滚的。要不是崔家，侯府也不会被波及，被圣上训斥，你还有脸敢来？今日是世子和谢小姐订婚大喜的日子，你不要再拖累世子。可当时是信伯侯府主动攀上崔家，各种礼物一车一车的往崔家送，如今却成了被崔家波及。侍卫扔出来一个黑乎乎的东西，那是被烧焦之后的香囊。阿弟急切地看着我，眼睛里都是不解。阿紫，他们欺负子书姐姐。我抓着他的手，等等，还不够，还不够让他彻底死心。人教人教不会，是叫人一次就够。5岁的时候我懵懂无知，别人都说陈老爷是我的父亲，可娘亲却说陈老爷不会认我的。我不信，哭闹，说娘亲坏，不让我找爹爹。后来趁着娘亲不注意，在陈老爷回府的时候拦住了他。那时是夏日，知了声中，陈老爷踹开我说了一声晦气。
我就被下人绑在院子里晒了整整一天。娘亲把我救下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只剩一口气。从此我再也没有说过爹爹这2个字。侍卫见他拿了香囊不走，然后狠狠地推了一把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崔子书摔进了一旁的泥水里。侍卫是故意的，他们得意地看着众人。得权时，他们俯首贴耳；落魄时，就要讨回千倍万倍。我松开了阿弟的手，阿弟冲了上去，让你们欺负我姐姐。阿弟和我从小被人揍，后来长大了，阿弟壮士不少，那些欺负的人吃了阿弟的拳头才老实。他推开了一个侍卫，2人双双摔倒，另一个侍卫冲过来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崔子书狠狠地扔掉了香囊，扑过来咬住那侍卫的胳膊，最后还是被我和阿弟拉着才松开了嘴。管家出来也带来了世子新的口信，他说只要崔子书不再纠缠，今日大闹侯府大门之事，他就概不追究。崔子书没说什么，只是盯着那已经瘫软在地的侍卫，双目红的下人，不许欺负我弟弟。崔子书绝食了。曾经高贵骄傲的崔小姐，那日从信伯侯府回来，一身狼狈，狼狈的不只是外表，而是内心，那是被打碎了傲骨，不知所措的样子。她把自己关进屋子里，要一死了之。阿弟担心她，所以我们每顿饭都在崔子书的房间里吃。春寒料峭，适合吃火锅，热气腾腾中夹杂着淡淡的香气。那羊肉是隔壁李婶今天现杀的，麻酱是从香油坊买的，浓醇无比。虽然配菜只有白菜，但配上火辣辣的锅底，吃着又解馋又驱寒。你们出去。崔子书饿了好几天，眼神都有些涣散，但却还是紧紧盯着沸腾的锅子。阿弟狠狠咽了一口羊肉，这才口齿不清地开口：不行的，阿紫说要给你收尸。你……崔子书一口气险些没上来，拍了半天胸口才缓过劲来。他指着我们，手指哆嗦得厉害。我知道你是在故意看我笑话，现在你是不是看我这样子，觉得很高兴？确实高兴，要不是你，李婶也不会觉得你病了，送来一块羊肉给你养病。我夹起一筷子羊肉，肥瘦相间，麻麻辣辣，裹上浓浓的麻酱，一口下去别提多满足了。死是最容易的，可活着却要吃饱了才有力气。崔子书喘着粗气看着我，饿死太费事了，你现在出去睡一晚，一准冻死，要不就上吊抹脖跳河，何必选择饿死？这么难的方式，你怎么想的？饿死很难看的，陈家有下人冒犯了老爷，关在笼子里饿死了。我去看过，他身上皮包骨，有的地方都被咬烂了。他们说是因为太饿，只能吃自己，死的时候还是张着嘴的。阿弟想到那一幕，呲牙咧嘴，看到崔子书发懵的样子，阿弟又憨憨一笑：不怕的，子书姐那么好看，就算饿死也比那个下人好看。崔子书咬着牙，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：我想让崔氏重回辉煌。他紧紧握着床帐，粗重的布料都被他扯出一个口子，可见是恨极了，面目也狰狞着，不像是小姐，倒像是街口的屠夫，但一点用都没有。重回辉煌不是说说大话就可以的，依附别人不如依靠自己。崔子书冷静下来：那你呢？为什么不靠自己？被人当作物品一样随便决定命运，你为什么不改变？我放下筷子，脸上没什么表现，但是心里却不乐意了，说得好端端的，怎么又说这个？真是不知人间疾苦。因为我要活着啊，不管是在陈家还是在崔家，我的目的都是活着。变化无非就是怎么能让自己活得更好一点，靠着我自己，我做到了，你又做到了什么？生活在过去荣耀的虚幻回忆了，每天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崔家嫡女，穷困潦倒。那晚崔子书哭了很久，久到我和阿弟羊肉都吃完了，锅子都快烧干了，他这才止住了哭泣。你们2个良心的，羊肉也不知道给我留点。饿了几天的人怎么能吃羊肉？我熬了一锅粥，看着他狼吞虎咽的全都吃了下去。阿弟看得高兴，拍着手：太好了，子书姐姐现在也是饭桶了。等崔少回来时，崔子书已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半个月了。只不过这次不是绝食，也不是消沉，而是为了不久后的丹青会。12岁那年，丹青会上，崔子书以一幅雨后青山图一鸣惊人，拔得头筹，成了那年的画仙。
无数名家士族想要结交，可那时崔氏风头正盛，自然是看不上他们了。崔子书潇洒离去，反而得了一个自以洒脱的美名。可现在他曾看不上的东西，变成了为数不多的机会。本来是为了打发时间的丹青，被他重新捡起，赋予了新的奇迹。厨房外面，阿弟正在和崔少有声有色地讲着最近的事情。崔少不时地搭句话，阿弟就又兴高采烈地继续讲下去，连带着崔少脸上都带着笑容，可他的眼睛却不老实，直到看到了我。他冲我笑着，那笑容不像是刚才的开心，而是一种踏实，就好像是在人群中终于找到了想要找的人那般。拍了拍阿弟的肩膀，崔少向我走来，一开始还很稳重，后来步子就大了。我心跳如鼓，也没说他今日会回来。早上我只是胡乱梳了梳头发，也不知道现在乱没乱。可走到一半，就被青山拿着一封信截胡了。崔少只是看了信封，就表情沉重，随后进了房间，一直到掌灯10分都没有出来。青山来厨房的时候，我正盯着灶堂发呆。茶水冷了，我给老爷换杯热的。我点点头，替他倒好了热水，可青山并不接，语气有些歉意。我有些累了，要不夫人替我送进去吧，本来3日的路程，老爷非要让我快马加鞭地赶回来，晚上都没有睡觉。为什么这么急？青山看着确实风尘仆仆，有些疲惫。老爷的事情还是夫人亲自去问吧。这个青山怎么也学会卖关子了，神秘兮兮的，我当然有大量不和他计较。可他并没有去休息，而是拿了一个泥人递给了阿弟。这次他们去的是边塞小城，据说也是仰慕崔少琴技很久，所以特意请他们去。这一去就是1个月，青山给阿弟讲各种见闻，阿弟不时说上几句傻话，两人就哈哈哈地笑起来。崔子书被吵得烦了，开窗呵斥几句，却没想到也被吸引，3人就隔着窗户叽叽喳喳着聊着。天边的夕阳也马上落山了，最后一缕余晖中炊烟袅袅升起，一家人都齐了。我端着茶杯推开房门，带来的料峭春风吹动了蜡烛，可一旁的崔少却恍然未觉，出神的双眸中映着不断跳动的烛光。我顺着他的目光，视线落在了他下午收到的那封信上。信已经拆开，信纸被他捏在手里，不知道看了多少遍，边缘都有些皱了。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，正思索着要不要开口，就看他像是突然回过神来，把信递了过来。你看看，他应该是把我当成了青山，因为信纸都已经举到了我鼻子下面。我还能闻到那淡淡的墨香，这个味道我闻过，那时我帮陈小姐研磨。他嫌弃我手脚不麻利，于是让我跪在廊下，整整研磨了3天。我到死都会记得那云川香墨的味道，一个墨条就要1斤。我轻轻咳嗽了一声，崔少本来盯着烛光发呆，等着青山的回话，一听是我的声音，他也吓了一跳。怎么是你？信纸也收了回去，放在桌子上。我来给夫君送茶，那纸上写的是什么？和离书吗？崔少看着我，你不识字。我笑笑没说话，然后把茶杯放在桌子上，一会该凉了。我教你。崔少起身把位置让出来让我坐下，刚才那张被他看中的信纸被推到一边，换上了干净的宣纸。崔少告诉我该如何拿笔，可我的手就是不管用。不管我怎么努力回想陈小姐的姿势，那笔都像是有自己的思想般不听我的摆布。不行不行，我写不来。做事我就要起来，可就在我起来时，崔少靠了过来，从后面握住了我的手。骨节分明的大手掌心温热，附在我冰凉的手背上，烫得我坐立不安。侧脸贴着我的耳尖，可偏偏他还穿着披风，那披风就像是怀抱般，把我和崔少裹在其中，鼻尖全都是崔少身上那股淡淡的冷香味道。我刚才是要转头的，没想到这一下竟撞到了他的脸颊。我连呼吸都忘了，大脑一片空白，等我反应过来，人已经起身贴在书桌旁。崔少也愣了，他摸了摸脸颊，是一道墨痕，我才发现我还拿着毛笔。他眨了眨眼，我听阿弟说了子书的事情，谢谢你。我沉了沉像是要跳出来的心，你我夫妻一体，不必如此客气，家宅方寸，这是我擅长，可出了这方寸，我就不行了，你是干大事的人。崔少自嘲地笑了笑，干大事？
如果真是如此，我也不至于沦落于此。崔氏虽然风光，可这风光都是假的，我只是傀儡。只是我明白得太晚，我以为能有一番作为，可连自己的命运都把握不了。虽然崔氏败落连孩童都知道，但这是我第一次见从崔少嘴里听到，也是他第一次说起自己的心声，难掩痛色。1年半前，无数本子上奏，说崔氏结党营私，以下犯上，说的虽然严重，可并没有什么实质证据。崔氏被调查，没几天，崔老大人和崔老夫人在家中自尽，此事却没有了结。皇帝进了崔少的族，说是以待查清。但不久后，国舅的本子也递到了皇帝面前，无人知道那里写了什么，有什么，只知道后来崔家罪名落实，崔氏败落，皇帝念及崔氏昔日功绩，只是革职了事。1个月后，皇帝抄了崔家，家产充公。3个月后，皇帝下令对崔少施以宫刑。自此，崔氏再无崛起可能，此后才放崔少自生自灭。他的一腔热血，满腹才识，在权势面前一文不值，只不过是上位者的傀儡罢了。任何人都可以是崔少，没了清河崔氏，还有赵氏、李氏、孙氏。崔少说完这些，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他颓然地坐在椅子上，神情迷茫落寞。我伸手摸着他脸上的墨痕，然后把他搂在了怀里。崔少，那你内心呢？你内心最想干什么？在陈家，我最想怎么让我和阿弟活下去。来到崔家，我想的是怎么更好的好好活下去。那你呢？崔少没有焦距的视线渐渐聚拢，落在桌上，被他推到一旁的信纸上。丹青会很快就到了，崔子书带着他的画也出关了。我虽不懂琴棋书画，但看着比陈家挂着的什么名家画卷要好得多，我也是如此说出来的。崔子书脸色一红，却还是冷哼一声：“你懂什么？”可他的嘴角却还是不由自主地翘起来。阿弟也装模作样地看了看，子书姐，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去了，肯定选不上。青山差点笑出声，只能用咳嗽掩盖。崔少倒是不在乎，饶有兴致地看着两人。崔子书气急败坏：“你懂什么？”阿弟挠挠头：“怎么还是这句话啊？刚才阿紫夸你画得好，你说他不懂，那肯定就是画得不好了。我说不好了，你又说我不懂，那你这话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嫂子，你瞧瞧他。”丹青会虽然是文人墨客的盛会，但也有许多平民百姓凑热闹，街上人头攒动，到处都是小商小贩，如同过节般。我们一起去凑凑热闹。马上就要到了举办丹青会的飞鹤楼，可崔子书连门都没有进去，因为他没有王公贵族或者世家名门的举荐信。于是他的那幅闭关1个月的画作，被笑话是初学者都不如。我看着他被为难，可等我们挤过去，崔子书已经不见了踪影。崔少也开始紧张起来。就在我们打算分头寻找时，崔子书又出现了，只不过他手里的画卷不见了。我把画卖了。什么？看着我们一副惊讶的表情，崔子书颇为得意，摊开手掌，手心里有一块碎银子。这可是你闭关1个月才画出来的，就卖一块碎银子？崔子书抿着嘴，不然的话他就只能去田炉造了，没有价值，只能是一张废纸。此时丹青会的头筹也开了，远不如崔子书画的那幅。那店家还说了，以后我画多少他收多少，这下我可以为家里做贡献了。崔子书把银子给我，然后就要去和店家继续谈生意。崔少不放心，便让青山跟着。崔子书没有得头筹，我们也就没兴趣继续欣赏其他画作了。带着阿弟在街上闲逛，阿弟眼睛都不够用了，什么都想吃，什么都想玩。我算计着银子，虽然钱够，但也不是这么花的，省下钱能买不少米面粮油。阿弟嘟着嘴不高兴，却也懂事，便不再说什么。可都要走了，崔少却掏出荷包，难得出来玩一次，想买就买吧。谢谢姐夫。阿弟顿时喜笑颜开，指着摊位上，要这个又要那个。可惜东西还没拿到手上，就被打掉在了地上，精致的唐人瞬间4分5裂。哟，让我瞧瞧，这是谁啊？崔少，崔大人。说话的人骑着高头大马，他在热闹的集市上一路奔驰而来，惹出一阵骚动。他停在崔少面前，举着马鞭，刚才的唐人就是被他打掉的。他向前趴着
似是和故人相逢的惊喜，可是眼神却不怀好意，如果毒蛇一般盯着崔少。崔少认出了他，向前一步，挡在我和阿弟面前，语气冰冷：马公子。崔大人，哦不，你瞧我这记性，你现在已经是庶民一个，可没办法再治我的罪了。马公子直起身子，仰着下巴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崔少，眼神突然狠毒起来。崔少，你扰了本公子雅兴，如果你跪地磕头，本公子就饶你一次，如果不磕，那就和上次一样，30马鞭，你选吧。说完，饶有兴致地看着崔少，那模样就像是逗弄老鼠的猫一样，不管怎么选，崔少都逃不出他的手心。马公子这是存心要羞辱报复崔少。崔少还是崔大人时，一次宫宴回来，遇到了酒醉调戏民女的马公子。崔少让人脱掉马公子的衣服，打了30板子，以儆效尤。从此马公子就记恨上崔少。后来崔氏败落，马公子便时常找茬。成亲那日，马公子就找借口打了崔少30鞭子，因为他知道崔少是不可能跪他的。陈玉，你的药膏还有吗？马公子，您风流倜傥，英俊潇洒，大人有大量，就把我们当个屁，放了吧，我给您磕头了。崔少伸出的手还在半空中，我和阿弟已经钻过他的臂下，滑跪在了地上。就是马公子，放过我们吧，给您磕几个都行。阿弟举着双手，只是语气有些敷衍，没有感情，被我推了一下才拉长音调，捡回了看家本领。虽然几个月不用，但这种反应已经刻在我和阿弟的骨子里，要多谄媚就有多谄媚。可我们不在乎，只要能保命就行，这招屡试不爽，起码可以减少伤害。别看崔少在朝堂之上如何风光，可在如何苟命这方面，他连阿弟都不如。面子换来30鞭子，于我而言是值的。可下一瞬，我和阿弟却被崔少拉了起来。我没想到看上去瘦弱的崔少能有那么大的力气，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拉起我和阿弟，崔少直接跪了下去。现在日头暖了些，背阴处的积雪也开始化了。刚才我和阿弟还挑着干燥的地方，而崔少却跪在了那滩泥水里，又冷又脏。他抬头，马公子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请您放过我。马公子满意的走了，崔少微微弯着腰，像是恭送他离开一样，全然不顾自己衣摆上的泥水。你没事吧？无妨，洗洗就干净了。语气稀松平常，就像是在说什么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一样。倒是你，以后不要这样替我出头，你是女子，不该保护我的。其实这是对我来说才是稀松平常，我和阿弟在陈家一直都是如此，打不过的就谄媚。你们怎么不走了？崔少停下脚步，看着一动不动的我和阿弟。你以为就这样白跪了吗？天色已经晚了，马公子也浪荡够了，他喝了点酒，在马背上摇摇晃晃地说着胡话。马公子家业并不是多丰厚，只是祖上出了个商人，小小风光过。如今靠着不多的祖产活着，想要回家就要经过一个小巷子。我和阿弟埋伏好了，趁他下马用麻袋套住，棍子也早就准备好，雨点般的招呼在他身上。马公子疼得吱哇乱叫，最后阿弟还在他身上呲了一炮。跑出去很远，我们才停下来。崔少喘着气，白皙的脸颊也泛起了淡淡的红润。你们经常这样？那是当然，我和阿弟无依无靠，就像是院子里的老狗，谁都能踹一脚，我们没有能力正面对抗，只能另辟蹊径，先装顺从卑微，再找机会报仇。不过陈老爷和陈小姐我动不了，其他人的话，厉害些的就借他人之手，像是狗仗人势的丫鬟下人，我和阿弟就会偷袭，反正我和阿弟人畜无害，没人会怀疑。你说的对，没人会怀疑我，怀疑一个被打掉自尊和傲骨，向着权势低头的人，会心生报复。我拍着崔少的肩膀，是不是好受些了？崔少刚要说话，却看了看我的发髻，你的簪子呢？簪子，我摸了摸头，不见了。那簪子只是普通桃木，是我唯一的嫁妆，大概是刚才打马公子的时候弄丢了吧。这个马公子还真讨厌，不光跪了他2次，还弄丢我的簪子，应该多打他一顿。阿弟点点头，像是想起什么，不对，应该打他3次，刚才他喝醉了下马。我听到他嘟囔着，说崔少人废了，却娶了一个漂亮的娘子，要找机会抢过来当小妾。冷月下，崔少神情寒了又寒，
盯着刚刚离开的巷口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大概是受了凉，崔少第二天发起了高烧。他躺在床上，神情痛苦，嘴里说着胡话，嘴里一会叫着娘，一会叫着爹，偶尔还能听到几声啜泣。这可急坏了一家人。青山去请大夫，我和阿弟砍柴烧水，崔子书守着崔少。热水好了，可我刚给崔少敷上热毛巾，就被他抓住了手腕。不要走，娘，不要走，我不是你娘。我拍着他的手安抚，本想让他松手，可他抓得更紧了。陈玉，别走，陈玉。我扯也扯不回来。崔少，我还得去烧热水。一旁的崔子书清了清嗓子，嫂子，还是我去吧。虽然我不会烧火，但我更不想等哥哥醒来骂我。我只好单手换毛巾，不知道换了几次，崔少终于醒了过来，我也打算抽回手。崔少眼巴巴地望着我，手劲虽然松了些，却没有收回去。陈玉，我冷。瞧着一脸病容的崔少，我也狠不下心，算了，就让他抓好了，反正也不会少一块肉。青山请大夫回来，他这才松开我的手，还不忘给我整理好袖口，盖住手腕。煎好药，阿弟就急匆匆端到了崔少面前。姐夫，你快喝啊，快喝啊！阿弟神情焦急，不过还冒着热气的药碗就往崔少面前推。阿弟，别急。不行啊，不喝的话就和娘亲一样了。阿弟平时人畜无害，可他认准的事情也是固执的不行。一碗药做事就要灌进去，崔少没有力气，被灌了一口，烫得呲牙咧嘴。最后还是我哄了半天，才让青山带他回房，给他被烫红的手指上药。我吹了吹勺子里的药汁，看着崔少喝下。刚才阿弟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娘亲怎么了？崔少试探着开口，神情有些不自然，倒是我大大方方的。阿弟刚生下来没多久就被人打伤了头，娘亲没有钱找大夫，只能去求陈老爷。那时他正和白氏温存，陈老爷嫌弃娘亲打扰了他的好事，就让人把娘亲赶出去。可白氏却来了兴趣，他说娘亲只要在外面跪一晚，就会救阿弟。后来呢？我喂药的手一顿，那晚下了一夜的暴雨，阿娘就跪在院子里淋了一夜。等白氏想起娘亲时，已经是中午了，可他并没有按照约定请大夫，而是羞辱了娘亲一顿。娘亲回去大病一场，高烧不退，最后病逝。阿弟虽然活下来了，可脑子却傻了。自从他知道娘亲的事，就特别害怕我生病。抱歉，我笑着摇摇头。好在最后白氏失了宠，又得罪了整个后宅，最后凄凄惨惨，偷偷回了娘家。一碗药喝完，崔少才开口，如果是我的话。我抬头看着他，等着他的下文。他微微一笑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驱虎吞狼，借他人之手。我搓着碗边，然后呢？崔少沉思起来，陈老爷生性多疑，白氏年轻漂亮，陈夫人又善妒，我会从这方面下手。我放下药碗。8月15晚宴，陈老爷在花园发现了白氏绣着龟名的肚兜，那肚兜挂在山石上，正随风摆着。因为没有证据，陈老爷没有声张，只是不再去白氏院子里。白氏大闹，惹恼了陈夫人，没多久白氏就死在了井里。都说是他因为失宠而自尽，为了名声，对外便说他回了娘家另嫁他人。没几天，崔少就退烧了。就在他养病那几天，小小的院子里每天都有人来找他，都是慕名而来，请他弹琴的。有时我碰到，他们也是恭恭敬敬，叫我一声夫人。初夏的时候，我开了个烧饼摊，就在巷子口。虽然崔少声名远扬，一首曲子已经涨到了1钱银子，可钱没有嫌多的，多赚点我心里才踏实。可生意却没有我预想的好，我和阿弟热情地招来生意，只有一个大娘走了过来。你这烧饼我怎么没见过？您尝尝，这是姑苏的样式，很香的。阿弟咧着大嘴，大娘干笑2声，算了算了，还是我自己回家烙吧，多少钱一个？给我来5个。大娘态度陡然一变，她眼睛紧紧盯着刚刚从外面回来，正打算给我打下手的崔少。大娘，8文钱一个，你只要吃过一回，就知道好吃了。崔少并不像是阿弟那样笑得不值钱，他只是嘴角微微上扬，再配上他那张清风拂面、沁人心脾的俊美脸蛋，就能让人欢喜。大娘受宠若惊，8文钱，不贵不贵，街上那些比你家的还要小、还要薄的都10文钱。
您觉得好吃再来。那双弹琴作画、修长白皙的大手熟练地夹了5个烧饼，包在油纸里递给大娘。大娘那双精明算计的眼睛立刻像是化冻的春水，暖得不能再暖，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大娘磨蹭着，身后已经有人催了，快些，我们也要买呢。小小的烧饼摊被大姑娘小媳妇围得水泄不通。崔少也不恼，依旧耐着性子给他们家烧饼，虽然钱赚了不少，但是我越看越觉得气闷，所以好一会才反应过来有人叫我娘子，娘子，收钱啊！但我只听到了后半句收钱。一个脸色涨红的少女伸着胳膊，手心里是8文钱。崔少向着后面说道：“大家把钱给我娘子就好了。”后面排队的大姑娘小媳妇都一脸的失落，可却没人走。渐渐的，烧饼摊的生意就好了起来，不用崔少用美色吸引，就有不少顾客。毕竟我的烧饼真材实料，为的就是薄利多销。我和阿弟又要和面，又要卖烧饼，都有些忙不过来。那天卖完烧饼，崔少对我说：“玉娘，你教我烙烧饼吧。”崔少天资聪颖，我本以为一教就会，可学了许久，那盆面都没有和好。我叹了口气，好端端的白面可不能浪费。我撸起袖子也伸进了面盆里，其实没什么特殊方法，面少放水，水多放面。可是合着合着，我和他的手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粘在了一起。崔少抓着我的手，笑盈盈地看着我，我会了，玉娘真是个好老师。于是在巷口的小小烧饼摊上，就能看到傍晚时分，清风明月般的崔少撸起袖子，摔打着面团，炉火烤得他脸色发红，可偏偏他一点嫌弃都没有，乐在其中。这日傍晚，一辆华贵的马车停在了烧饼摊旁。现在玉娘烧饼摊在附近也算是小有名气，就连有些富户都来买些尝尝新鲜，所以我并没有太在意，还以为又是哪家妇人吃惯了山珍海味，想要换换口味。直到从车上下来一个身着朝服的中年男子来：“大人，你要几个？”中年男子瞪了我一眼，然后一脸痛惜地看着崔少：“果真是你。”崔少咬牙切齿的样子，还以为崔少是干了什么大逆不道的坏事。崔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手里的动作却没停。原来是刘伯父，你也想尝尝我娘子的烧饼吗？8文钱一个，成何体统？你堂堂崔氏独子，竟然和市井小贩一样，真给世家丢脸。就连皇帝都知晓你在卖烧饼，今日朝堂上还笑着说起来，我本来是不信，如今看了你竟一点羞耻之心都没有，当初真是看走眼了，还想着你能带崔氏东山再起。刘大人说的义愤填膺，好似崔少对不起他一样。崔少嗤笑一声：“丢脸？刘伯父和父亲交好，当初要不是父亲给了您半个烧饼，您也许就死在逃荒路上。后来入朝为官，父亲多次提携保护，刘伯父才做到如今的位置。你要真是那么为崔家可惜，为何在崔氏落难时躲在府中当个缩头乌龟，连句话都不肯替父亲说？”崔少不急不恼，甚至还带些慵懒的劲儿，可说出的话却像是刀子一样。刘大人面色一变，那时圣上正在气头上，要徐徐图之。哦，徐徐图之。崔少舀了点水洒在面盆里，几下面团就柔亮光滑。那后来我被禁足，崔家被抄，我被宫刑的时候，刘伯父，您又在哪里？你……刘大人哑口无言，只能继续指责：“你果真变了，曾经的崔少温润如玉，谨言慎行，而不是如今刻薄无礼。崔氏完了，永远的完了。”立秋的时候，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，有乱党混在百姓之中，在京城中作乱，不过好在只杀了1人，就被官兵发觉，只是可惜乱党狡猾跑了。听说死者姓马，被人砍断了双手，最后一剑封喉。可现在宫中无人在意这条人命，因为独受恩宠的贵妃和一个异域伶人有了私情。被发现时，那伶人的大红披风正盖在贵妃的身上。风烛残年的皇帝勃然大怒，彻查下那伶人竟然是国舅主动送到了贵妃的床上。可这一查不要紧，竟然发现国舅不止给自己戴了一顶绿油油的帽子，竟然还私藏龙袍，以及和不少官员商量谋反的密信，这是谋逆大罪。只手执天的国舅一党就这样从头杀了干净。经此打击，皇帝一病不起，
再加上天灾不断，各地百姓流离失所，涌进了京城，一时间到处都是逃难的灾民，就连我的烧饼摊旁都守满了灾民。他们又病又饿，等着我大发慈悲，把烧饼都送给他们。每日都有一个乞丐站在烧饼摊旁，等着我的施舍。可我知道，我施舍了一个，就要施舍出无数个，满城的灾民我就不过来。我和乞丐说，最近夫君事多，没法烙烧饼，让他来我这里帮忙。我会给他工钱，工钱他拿走或者换成烧饼都可以。至于工钱和烧饼，他可以拿去救自己的同伴。乞丐点头应允。我让阿弟带着蓬头垢面、浑身脏兮兮的乞丐去洗了个澡，又找了身干净的衣服给他。洗干净的乞丐看上去也就20来岁，身材高大，但因为营养不良，后背佝偻着。第一天，我正好有事，就留青年和阿弟看摊。崔子书现在是画房的画师，除了晚上回来住、吃饭什么的都在画房。最近画房的厨娘病了，让我去顶替一天，一天就给我1两银子，简直就是送钱一般，我怎么能不去？我本以为青年会手忙脚乱，没想到他不言不语，动作麻利。我不再和阿弟配合得极好，他一盆一盆的和面，阿弟就埋头一锅一锅的烙烧饼。烧饼一锅锅的出，可一天下来却没有卖出去一半。等我回来时，街上一个行人没有，烧饼也已经凉了。各地受灾，粮价大涨，现在一个烧饼的成本已经涨到了20文，我只卖21文。加上芝麻大油和炭火成本，之前赚的那些钱已经全都贴了进去。我给他工钱时，他没要，只是自己装了几个烧饼。算了，你把烧饼都拿走吧，不然明天也卖不出去。他抬头看着我，黑漆漆的眸子看不出情绪。我叹气，怎么又遇到一个闷葫芦，又或许是个哑巴。青年拿走烧饼，对我深深鞠了一躬。第二天，他准时来到烧饼摊，手脚依旧麻利，只不过这次他掐得很准，等到上一锅快要卖完时，才开始和面。等到朝廷的赈灾粮下来，只有我们这个巷子的灾民一个都没有饿死。后来青年和我辞行，他说他要去当兵，我才知道他原来不是哑巴。日子一天天过，那个曾经热闹的小院，现在大部分时间只有我和阿弟在。我和阿弟依旧每日出摊卖烧饼，然后晚上的时候一家人团聚。本以为可以一直这样过下去，可渐渐的，就连我这种市井小民都能感觉出来，朝堂要变天了。都说皇帝病入膏肓，命不久矣。太子和各位皇子的明争暗斗已经摆在了明面上，朝堂上人心惶惶，派系斗争不断，皇帝险些被气死。就在这时，被贬到边塞小城的九皇子举着护军册的名义入了京。太子和各位皇子因为争斗两败俱伤，九皇子不费吹灰之力就接管了京城。九皇子进宫没多久，皇帝驾崩，九皇子手握先皇遗诏，登上了皇位。今日是新皇登基大典，举国同庆，烧饼很快就卖完了。我和阿弟打算收摊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推车一歪，险些倒了，还是被一个军爷扶住才稳住。我连忙道谢，却在听到军爷的声音时愣住。老板娘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仔细打量着他，身材高大健硕，双眼漆黑，是那个青年。原来是你，多谢您的烧饼，要不是您，我也撑不到现在，更不会去九皇子麾下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圣上了。青年叫严衡，现在已经是百夫长，以后他们就驻守京城，前途无量。我真心替他高兴，在街上和他说话的功夫，就有许多少女偷偷看他。严衡虽不算多英俊，但英武强壮。我打趣他，看来你很快就能结婚生子了。严衡红了脸。晚上吃饭时，崔少没回来，崔子书倒是回来了，但他一直闷头吃饭，不像往常，总讲一些画房的趣事。子书，你……不等我说完，崔子书一拍筷子，我吃饱，回房了。可等我晚上快要睡觉的时候，他又敲门，嫂嫂开门，我是我哥，不对，我是子书。我不明所以，晚上还躲着我，现在又要找我。我突然紧张起来，该不会他喜欢上哪家的公子了吧？有几次我看到有个书生打扮青年送他回家，就在巷子口，两人还说了几句话才走。如果真是他的话，我该怎么回应？我仔细回想了一下，那个青年虽然书生打扮，但并不文弱，举止大方有礼。
模样和气度倒是和崔子书挺配。不知崔少同不同意，他是要我替他当说客的吗？我胡思乱想着，那边崔子书也思忖半天，终于开口：我都看到了。我一愣，看到什么？崔子书像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，那个当兵的。哦，他呀，我曾经帮过他。你也帮过哥哥，帮过我们所有人。我不解地看着他，等着他的下文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站在哥哥这边，以及我的私心，我不想让你走。可是我还是想说，哥哥给不了你幸福，你应该有个正常的夫君，过着正常的日子，而不是守着一个废人，一辈子守活寡。在崔子书诧异的眼神中，我继续说着，我想想，应该是我15的时候吧。崔老大人带着崔少到姑苏陈家做客，我当时梳头不小心扯断了陈小姐一根头发，他就要让我用头皮来赔，是崔少开口救了我。对于崔少来说，那不过是随口一句话，对我来说，他就像是从天而降的神旨。虽然他不记得这件事，但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，更不会忘我第一眼见到崔少时那疯狂的心跳。那应该就是一见钟情吧。崔子书怔愣地起身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被门外的人吓了一跳。哥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了？问完他就捂住了自己的嘴，看看崔少，看看我，然后心虚地跑回了自己的房间。我起身望去，崔少正负手站在廊下望着月亮发呆。我试探着开口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崔少转过身来，递过一样东西来。送你的，这是在边塞小城买的簪子，可惜有些光秃秃的，我镶了一块玉，今日终于弄好，送你。手心里是枚银簪，但光秃的尾巴镶着一块中空的玉石，质地形状有些眼熟，不等我仔细观察，崔少就替我插进了发髻里。玉娘，真好看。他望着我，我不好意思地低头，谢谢夫君。你我夫妻一体，说谢谢就太客气了。第二天，天还没亮，我就被爆竹声吵醒，这除夕还早着呢。我翻个身想睡，脸颊却有个不安分的大手揉捏着。我睁开眼，是崔少。干嘛？我还想睡一会。他看着我，语气轻柔，玉娘，该回家了。我们搬进了首府府，也是新的崔府，比曾经的崔府还要气派。搬进新家的那天，崔子书眼睛都直了。哥，你真能瞒着我们啊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嫂子，你怎么那么淡定，一点都不惊讶吗？我这才收回打量的目光，学着崔子书的样子。是呀，太惊讶了。崔子书撇撇嘴，真是装都不会。随即他叹了口气，可惜我也住不了几天了。崔子书因为画技出众，被千金难求一画的画仙看中，想要收他做关门弟子，可那画仙家在江南，如果想要拜师学艺，那就只能去江南。子书，你想好了，真的要去学画？崔少现在是朝中炙手可热的重臣，如果崔子书想，那他将会和曾经一样，不要比曾经还要受人追捧。可他目光坚定，哥，我想好了。不知从何时起他身上已经褪去了那些傲气和高高在上的气质，变得踏实稳重。他正选择了另一条路，另一条通向高山的路。崔子书走了，也带着阿弟走了。他说江南有趣，阿弟整日在崔府，有下人和丫鬟跟着，他觉得无趣，因为只要他一爬树，就有人在下面担心他摔下来。他想要鸟蛋，就有人主动奉上，他觉得没意思。我觉得阿弟也该长长见识了，前世7年能活命就是胜利，后面的日子我想让他开心。阿弟走的时候很高兴，他坐在马车上冲我挥手，阿紫，等我下次回来，我想当舅舅。他的舅舅还没当上，就有人想给崔少当儿子了。陈小姐来的时候是个清晨，3辆马车停在崔府门外，每匹马上就挂着红色的绸子，还有人沿路放鞭炮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一样。那阵仗比我当时来崔家时要风光得多。他敲响大门的时候，我还在睡觉，床边是空的，崔少已经上朝去了。新帝登基，还有许多残余党派需要清除，他忙得脚不沾地。等我醒来，管家早已经候在大厅，他浑身哆嗦。我问他何事，他一头磕在地上。外面有个陈小姐，拿着婚书，说她才是大人的妻子，是府里的主母。我点点头，让人把陈小姐请上来。她比我想象的要慢一些。我嫁给崔少后，
陈老爷就给陈小姐另寻了一门亲事。夫君是京城张氏，也是世家名门，曾经是太子一党，但夺权时被太子推出来当了替死鬼。如今陈小姐守寡，带着张氏唯一的儿子上门来找崔少。夫君呢？陈小姐抱着孩子，颐指气使，她一屁股就坐在主位上。管家想开口，却被我阻止。夫君，陈小姐的夫君已经死了。你……陈小姐一拍桌子，吓得怀里的孩子哭了起来。她只能抱着哄，可也没多少耐心。等夫君回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如今陈家也大不如前了，心地清算，陈家也并不清白。陈小姐迫切地想找到一个新的依靠，这也是陈老爷的意思。作为权臣的岳父，谁还能动他陈家？像是想象着将来自己在崔府当主母如何风光。陈小姐不是嫌茶热了，就是嫌茶凉了，更是嫌丫鬟下人不懂事。要是等她当主母，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们，让他们知道该如何当个奴才。夫人，这陈小姐直接赶走吧。管家擦了擦冷汗，他应付了一上午，已经受不了了，隔一会就到花园告知我陈小姐的新情况。我撒了一把鱼食，不行，他手中的婚帖是真的，这是要等夫君回来再做定夺。在管家的期盼下，崔少中午才姗姗归来。陈小姐喜出望外，把孩子交给丫鬟，迎了上去。夫君，你回来了。崔少后退几步，才躲开陈小姐。他四周望了望，视线落在了管家身上。什么人你都放进来？管家打了一个寒战，明明已经是盛夏，可他为什么觉得比冬天还冷？是夫人放进来的。陈小姐不满管家的说法，挡在崔少面前。夫君，你我有婚帖，本该就是一对，只是好事多磨，有情人难成眷属。陈小姐渲然欲泣，用手帕擦了擦不存在的眼泪，而后像是做出了很大牺牲般。我不嫌你不能人道，也愿意让儿子改名换姓，当做崔氏嫡子。偷听到这里，我就走了。陈小姐的条件很诱人，而且崔少本该就和陈小姐成亲的。我回到房间就开始收拾衣服，和我来时一样，我就装了一个小小的包袱，来时什么样，现在就什么样。多余的东西我一件都没有带。我把首饰一件件摘下来，最后只剩下那根银簪，留着吧，就当个念想，反正也不贵，崔少也不会在乎。我脱掉华丽的裙子，换上当时来时的衣服，就是我有些胖了，衣服都紧了，好在还能穿下。就在我打算要走的时候，门被人推开。管家，马车准备好了。江南路途遥远，轮子要结实的，第一次回娘亲的家乡，我还有些激动。这辆马车就算是合理的赔偿吧。可不等我说完，我就被人推倒在床上，然后他也压了上来，带着一身的寒意。崔大人，我没动，身后的人也没动。崔大人，今早你迷迷糊糊还叫我夫君，现在就这么生分了。气息被他故意喷在我的脖颈，我有点痒，但是双手被他提起压住，完全动不了。不是生分，是知进退。如今陈小姐这个正主回来了，我当然要走了。不走难道等着你养大你们的孩子，然后再把我赶出去吗？我头埋在被子里，声音有些发闷，听上去像是哭了。孩子，他算是哪门子孩子？我连陈小姐的都不要，更别说那个孩子了。他们已经被我赶走了。这些日子，不少崔氏旁支都找上门来，想把自己的孩子过继给崔少。崔少都没有同意，如今又怎会把崔氏的所有都给一个外姓人？这种事情又不是没有发生过。原先姑苏有个李氏，到了李小姐这一代，就只有一个嫡女，后来找了个落魄氏族高氏的后代当上门女婿。可等李老爷和李小姐先后去世，李氏更名换姓，变成了高氏。世家讲究传承，清河崔氏就是几百年间无数代崔氏人撑起来的。于情于理是不可能拱手送人，崔氏确实不能随便让与他人。不是，和这些都无关，我只是不喜欢他，我喜欢的是你。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？崔少生气了，但声音里却带着哽咽。随后他像是想到什么，恶狠狠地说道：你敢走，我今日就让你下不来床。他腰间的玉佩硌得我生疼。你的玉佩硌到我了。我动了动身子，想要摆脱玉佩，却听到崔少闷哼一声，
然后摘下了我头上的银簪。我的玉佩在这里，我娘说以后要把这玉佩送给我的妻子。怪不得我看着眼熟，原来是她以前经常把玩的玉佩。那……我不敢动了。崔少的声音越发的沙哑，那时是作假，为了打消皇帝的疑虑，是九皇子的人救了我。他说的磕磕绊绊，像是在极力忍耐什么。玉娘我……他松开了我，我一个转身，把他压在身下。崔少惊讶地看着我，你没哭？我笑了笑，然后吻上了他的唇。我向来都不是一个矫情的人，事情挑明，我也没什么好端着的。况且看崔少的反应，我知道我的目的已经达到。崔少体力很好，毕竟正是这个年纪，一朝10岁之位，就每晚纠缠，弄得我苦不堪言。我真希望他能再忙一点，可以让我喘口气。新帝本就先改革吏治，在家有崔少相助，那些世家很快被废了。从此不会以出身论成败，而是改用科举，让世间有学识的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。而陈家则是第一个被开刀的，陈老爷被关进大狱，可在狱中他大喊自己是首辅岳父，是功臣。狱卒不敢决定，便告诉了崔少。我知道陈老爷的目的，死到临头，他这才想起我是他的女儿。等我到了地牢时，陈老爷扒着铁栏，双眼迸发出诡异的激动。陈玉，你们瞧，这就是我的女儿，我就是首辅岳父，是功臣，你们不能关我。在场的官员面面相觑，如果是真的，那这件事情就难办。我掏出身契，谁见过世家女有卖身契的？我娘是陈家5级，是奴籍，我不知我爹是谁，但我生来就是奴籍，想必我爹也只是一个奴才吧。陈老爷，你是高高在上的老爷，我一个5级之女，又怎么敢高攀？我生下来时，陈老爷的意思是把我扔在尿桶溺死，是娘亲求了许久，让我入了奴籍，这才保住我的命。没多久，陈老爷就死在狱中，连审判那日都没有撑到。陈小姐虽然没有被波及，可没了依靠，她生活困苦，人渐渐的就疯了，整日喊着自己是陈氏嫡女，是世家名门，是崔氏主母，可无人理她。好在那可怜的儿子被张氏旁支带走抚养，只是这辈子只能当个普通人了，对于他来说，也许不是件坏事。娘亲忌日那天，我一边念叨着最近发生的事情，一边给娘亲烧纸。娘亲，那个负心汉终于死了，陈小姐也傻了，她打伤阿弟，如今也算是报应不爽了。烧完纸，起来转身，发现崔少正站在我身后。我拍了拍裙摆上的纸灰，你都听到了？对，我就是故意借你之手。崔少目光灼灼，我甘愿被你利用，可你我夫妻一体，你可以直说。我挠挠头，我说不来矫情的话，也不会诉苦，然后哭哭啼啼，让你心生可怜，替我报仇。这也许和我的成长有关，因为对于我来说，眼泪和诉苦还不如我如何想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得快。我不完美，也不磊落。崔少抱紧我，我才是，我自诩是个克己守礼的君子，可做的却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事情，谋朝篡位，公报私仇。这样的我你依旧不嫌弃，说明我和你就是天生的夫妻。很快就到了8月15，皇帝举行宫宴，崔少和各位功臣都去参加，而我们这些家眷则被安排到长街赏灯。等我到时，那些家眷已经等在了那里，可我还未下车，就听到他们的谈论。你听说了吗？首辅之妻居然是个丫鬟。其中一人开了头，其他人也都跟着附和。是呀是呀，我夫君那日就在牢中亲眼看到的卖身契，没想到陈氏用了一个丫鬟来替嫁。丫鬟又怎么了？她和崔大人同甘共苦，丫鬟就不能当主母吗？有人替我说话，但很快就被反驳。崔大人可是出身名门，娶一个丫鬟也是权宜之计，他心里指不定多嫌弃呢。我也听说了，崔大人很嫌弃这个妻子，平时能不见就不见，家里的丫鬟下人也都不服他。一旦说起阴暗的事情，大家都有津津乐道，比起琴瑟和鸣同甘共苦，他们更愿意相信不好的传言。崔府的马车很显眼，而且我来了有一会了，可他们还是毫不收敛，可见内心里已经十分看不起我。这种嘴脸我在陈家见过很多，并不是很在意，只是琢磨着何时有机会能收拾收拾他们。外面青山已经请我下车，今日青山本该跟着崔少，可崔少却让他跟着我，
大概也是想到了这一步。我掀开帘子，终于看到了那些说闲话的家眷。他们见我出来，上下打量我一番，而后露出一个嘲讽的笑容，似乎是在说我也不过如此。今天的乌鸦有点多，太聒噪，诸位夫人可要小心了，万一被鸟屎落在嘴里就不好了，最好还是闭上嘴。他们没想到我一个首府主母能说出这种话来，竟不知怎么反驳。我冲青山使个眼色，让他拿出马凳下马，可他却直接跪在了车前，夫人，请下马。青山现在也是从3品的官阶，比有些人夫君的职位还要高，可现在他却给我当马凳。见我迟迟不动，青山叹了口气，夫人，我跪着也是累的。我只能踩着从3品官员的背下了马。之后整个赏灯的过程，再也没有一个人多嘴。几天后，恰逢新帝生辰，崔绍便点了几位朝臣家眷去寺庙吃素祈福半个月，给皇帝祈福。半个月后回来时，那些如花似玉的家眷们都满脸菜色，见到吃的都和眼冒绿光，走一路吃一路，惹得众人大笑不已，还以为是哪里来的蝗虫。一转眼又到了冬天，崔子书终于寄信来了。可崔绍却不急，他脱掉披风，动手给我下羊肉。今日大雪，还是吃些羊肉暖和。我急得不行，拆开信封，等崔绍给我加了一碗羊肉，我的信也看完了。子书说他在江南很好，他的一幅画现在已经卖到1斤了。阿弟又长高了，他们还去了娘亲的家乡，那里很美。我看着崔子书的信，就像是已经看到了画面。1斤，怎么就知道钱？我听说他现在已经可以和师傅画仙相提并论了。崔绍继续给我烫着白菜。名声能有钱重要吗？他无奈一笑，也是，都是你教出来的，自然也爱钱。对了，子书有没有说那个人？我知道崔绍说的是谁，就是那个追在崔子书后面的青年，他也跟着一起去了江南。说了，说他们3人每天游山玩水，好不快乐。确实不错，等你生完孩子，我也带你回江南看看，不过不能开小店。我抚摸着微微隆起的肚子，如今已经4月有余，明年4月就能生下个女儿或者儿子了，我要带他回去看看我的家乡。放心吧，现在这么好的日子，我怎么能设下不过呢？权臣之妻，可比开小店强多了。你识字？不是疑问，而是肯定。崔绍放下筷子，看着我。我干笑2声，一时激动，忘了这事。我认字，但不会写。那严衡那些信你也都看了？我当然看了。严衡去了边疆，也已经娶妻生子，有时会给我写信，只是把我当成一个亲人。每次收到信，崔绍都说这些是他的公务，然后当着我的面拆开批改，真是小心眼。崔绍走过来，跪在我身边，耳朵贴在我小腹上。我一向都是小心眼，你不能离开我。我摸着他的头，我不会离开你，永远都不会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